比特币消息面的涨幅怎么全没了呢？画门的用意是什么？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图表。我们观察这3根 K 线，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我们之前由于消息所引起的上涨，它完全被后面的2根下跌呢，可以完全吞了回去，导致我们的上涨呢完全打回原形。我们当前的价位跟我们在上涨前的价位呢，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非常夸张的。不过呢，我们在行情发生之前我们在影片的时候，我们就有提醒到各位了。那大家也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我们昨天所发布的影片。当时呢，我们有复盘了很多次，当利多消息发生的时候，它后续的行情有没有办法延续这波多头？其实很多时候如果这波上涨它完全是由于消息面所发动的，那么当消息发布结束过后呢，其实我们这波上涨呢，其实也已经到头了，也已经差不多了。你可以看我们之前在利多消息发布之后呢，爆冲了一根，那随后它就缓慢的回落，直到我们创出一个新低点其实我们当前呢也是走着非常雷同的行情的，尤其你可以发现我们这根下跌它的针尖所创出来的低点呢，是比原本上涨前它的起跳点要来得更低，所以我们从裸 K 上面呢，我们也可以完全宣告这波上涨它完全就是一个假的上涨。这个上涨它就完全是由于消息面的影响。那其实我们在之前呢，我们有为各位复盘几次由于消息面影响而导致的上涨，其实到最后呢，它都没有办法有太久的延续性。基本上呢，就是消息发布结束过后，涨完了，行情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消息面的时候呢，绝对不要一头热的追进去。就比如说，由于消息面的上涨，我们就一头热的追进去做多之类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而且呢，如果我们从数据层面上看的话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发现在上涨之后，的确是有人开仓做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看到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切1小时级别来看，在这波上涨发生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在下方的持仓量，它是很猛烈的增加的。它增加的幅度呢非常的陡峭，那就表示确实有人在这波上涨的时候呢开仓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从后面的行情还有持仓量的变化来得知这波开仓做多的人他后续的行情，他后续的结果是什么。你可以发现我们后续当比特币回落了1000刀之后呢，它产生一些震荡，那么此时你可以发现持仓量它也是有回落了，那就代表其实这波做多的人他可以区分成2群人。一种人呢，他是做这种短多的，也就是他只是开仓吃一段，他立刻就走了。那么这一群人呢，在比特币回落$1000的时候，他也陆陆续续的平仓了。那当我们震荡的时候，即使我们当时已经回落了$1000还是有非常多的人不走。至少只要你不是做短线的人这波上涨，只要你不是做短线的人那么在这波震荡微幅下跌的过程当中，他们都是没有离场的。那直到什么时候他们被迫离场的呢？为什么说是被迫离场？因为我们在这波下跌的时候它下跌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呢，我们的持仓量它也以非常非常斜的下跌的速度呢，急剧的往下降。那可以表示这一群人他要不是被止损，要不就是被爆仓，只有这2种可能。他们不是主动的平仓的。如果是主动平仓的话，持仓量的下降的情况呢，它不会长成这个样子，它会呈现的比较缓一点。那以这种形式的下降，它一定是被止损或者说被爆仓了。所以我们在这波回落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个位置短多的人走了，那么在这个位置呢，做这种长线，他认为这波上涨是趋势多的人他们被爆仓了，或者说被止损了。而且呢，你可以发现当前市场其实被清得很干净。我们在这波上涨的时候，这波上涨其实我们打开比特币过去1年或过去3年、4年以来的图表，也可以发现这波上涨它也是非常的突出的，包括它上涨的幅度饱满的程度还有量能都是很突出的，所以它可以让很多的空头呢被迫离场，比如说止损比如说爆仓等等的。那我们这波下跌呢，其实它又会把很多多头给清干净了。那我们现在市场上呢，你可以发现它的持仓量已经降到了非常非常低的位置如果说我们观察持仓的话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当前比特币的持仓它已经来到了我们近1-2个月来的新低了
就是这么夸张的水准，因为市场上有下桌，或者说他是有开仓的人呢，是已经减少了。那我会认为呢，我们接下来如果还要再出行情啊，我们会要慢慢等待一下持仓量的累积。如果说持仓量累积起来的话，那么庄家主力他才会有人可以割嘛，那这个时候行情它才会发动。当前如果我们从技术层面上来看待盘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发现啊，其实目前下方最主要的支撑就是在25000这个位置。那25000的地方，如果说接下来我们再次，比如说来到这个位置的低点，或者说这个位置的低点那我会认为我们25000呢，它就一定会被跌破。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已经产生了反弹过后呢，我们又被急速的往下压，那就表示我们在上方的供应呢是非常非常的强劲的。那既然供应很强劲的话，其实我们下方的这个支撑它就会显得很薄弱。那如果我们来复盘一下过去的行情呢，我们也可以发现如果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波上涨的话呢，其实跟我们当前走的情况是很雷同的。这里有2个弧形的底，然后呢，我们在25000的位置受到了非常急剧的下跌之后，然后立刻就拉升之后我们就顺势突破了。那如果我们复制 K 线的话，比如说我们从这里，然后复制到这里，那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把它给转过来，我们要把它给转向。转向过后呢，我们再把这段行情拉到我们当前的盘面上。如果我们来比对一下25000的位置的话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这波拉升，然后急剧的下降，就跟我们前面在走的这波行情呢是很像的。而且我们前面走的这2波，跟我们在这个位置走的这2波，其实也是非常非常雷同的。那我会认为，以目前这么迅速就回落到我们原本26000的位置，那就可以表示我们此处如果再次回来测试的话呢，那它就有非常非常高的几率跌破了。不过呢，目前的空头情绪确实是有一点浓厚，并不是说它完全不能跌但是或许要等持仓量累积上来，资金费率慢慢回归正常，那我们才会有比较猛烈的下跌，然后直接我们下穿我们的25000左右。好，那我们再回到比较小级别上吧，我们再回到比如说4小时，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从4小时来看的话，你可以发现我们当前它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所震荡的地方，所以这波上涨呢，绝对是完全失效、完全失败的。那它下跌加速的位置呢，其实就跟我们昨天影片当中所提到的地方呢一模一样就是我们整个箱体的上缘，在这个地方呢，它是有一定的互换的。那当我们跌破过后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后续的下跌它是非常非常猛烈的。那有人可能会说啦，这波下跌它的量能表现情况并没有我们前一波上涨，这里的上涨来得更强烈。那我会认为其实这种消息层面的影响呢，它确实它可以让一些散户在短期内大量的买入，但是这些买入的力量呢，它并不是持久的，因为它完全是由于消息面影响。所以即使我们这里的下跌呢，它的量能并不是太大，我依然会认为这波下跌它是有效的，而且它直接延续了我们之前的趋势。那它反弹的这个点呢，其实我们也绝对不能说它是不合理的如果我们来把整波下跌呢，我们从这个位置开始拉起，也就是我们来计算我们这整波下跌最猛烈的这一段呢，跟我们反弹的高度，其实你可以发现，它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0.618的反弹，针尖的位置呢，完美的碰触到了。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想要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非常欢迎各位可以使用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你就可以立即获得$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而且这是真实的合约仓位，也就是你只要赚钱了，你是可以直接提币走人的。如果你亏钱的也没关系，因为这只是赠送的仓位。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